我今天在看这个发布会，我觉得你好像突然在讲神机芯片的时候，那个调门突然就起高了，没有之一这样的词都用上了。我就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您之前在这个百人会上提到过这个芯片的归一化，那这个是肯定是一个趋势嘛？对。但是你怎么理解现在当前有一些这个自研芯片，现在自研芯片特别的多啊，大家都开始上车了啊，大家对于这个算力的统计的口径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说法？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芯片吧，芯片的性能，芯片呢，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呢，讲算力啊，推理算力啊，讲。这个只是看那个算力，因为这个算力这个事情，如果你去看的话，我们很长时间不去讲推理算力具体是多少。对，是没对吧？真没说过这个单位，很长时间都没去说过了。我们最早那个4颗 Orin X， 我们说1016T， 对，后来我们自己说一颗顶4颗，对，1000顶4颗，对，有一些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芯片真的超大啊。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个车规5纳米的，这个我们如果说多了的话，可能会不是叫可能，它已经到达了被某些国家盯上的这个算力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大小的过于强大，还得低调点。我们的低调点啊。第二个其实也是有一个原因，我们也看到了呢，这个在说这个芯片算力的时候呢，大家的口径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你到底是吸收算力还是稠密算力，是几倍吸收？这个东西就跟那个音响的那个功率，你到底是多少丝针，对吧？这个其实我们也不想陷入到这个口水仗里边。这个其实专业人士都对，专业人士都比较了解。这个你这好像有话想说，有没有，我只是说一些事实。还有一个呢，芯片其实内存带宽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模型的上限。所以你不光看推理，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从神机发布的时候，2年前 NeoIn 发布的时候，我们当时就给大家测了这个我们的 ISP， 就是这个图像处理的能力。那个其实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会就是你再强，如果你的输入的这些图像你处理的对极暗光的环境，对很多这种环境不好，其实那个也没有意义。所以这3个指标都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了，比如说你的接口，对吧？就是这个专业。对，还有你的接口啊，就是你这个会影响到芯片这个互联的一些效率，是吧？像我们真的能做到双芯片的毫秒的双芯片的热切。毫秒的热切，如果我们有2颗芯片，它就能做到毫秒的热切，就是真正能做到这个冗余等等这些吧。我觉得芯片还是挺专业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就不想转到这里面去了，所以我们非常笃定的，它就是性能最强，带宽最高，推理性能最强，带宽最高，然后还有 ISP 的能力，处理是最强的。而且芯片之间的级联，这个确实英伟达的芯片有它的一些优势，它有那个 NVLink 这些，但我们有 PCIe 的这些接口这个它的这个带宽也，它的连接的性能也很。CTO 的这个细节了解还是很细啊。那必须了解，必须了解。